微微，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，你可一定要见见，错过这村没这店儿了。表姐，他离过3次婚，还带着个有心理障碍的儿子，条件太离谱了。嗨，离3次婚怎么了？人家常年跑远洋船，一年180万，实打实的有钱，就是1年回2次家。你在家帮他看好儿子，他所有收入都给你。心理障碍，还是个15岁的男孩。我怕应付不来。怕啥？他就是有点叛逆，不打人。那男人我见过，踏实的很，看着就靠谱。你跟前夫冷战2年离婚，不就想找个安稳日子？他能给你？离1次婚，或许是感情不和，或是聚少离多的缘故，可连着离了2次、3次，这问题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微微，先见一面又不吃亏。我都跟人约好了，就今天下午，你公司楼下湘菜馆去看看再说，行不行？行吧，就近见一面。我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比我大10岁的男人，单看面相倒是温和憨厚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还带着点憨憨的直爽气。冒昧问一句，你和几位前妻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？我儿子是第1任妻子生的，他家家境优渥，那时候我1个月工资才3000出头，爸妈转头就给他介绍了做生意的老板，我就这么被迫离了婚。男人局促地搓着手，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盘子里的菜，窘迫得根本不敢抬头看我。换做一般男人，被这样欺辱，怕是早就恨透了前妻一家。如今有了经济实力，更该扬眉吐气，觉得对方当年有眼无珠。可看他这模样，非但没有半分恨意，说起这段过往时反倒满是自卑。难不成后面2次离婚也和这位前妻有关系？你第1任妻子应该长得很漂亮吧？我看过你儿子的照片，眉眼精致的像个混血儿。我不好意思直接追问后面2段婚姻的结局，只能绕着弯子试探。我没什么审美，还有点脸盲，平时也不爱盯着人的脸看。那后面2段婚姻又是因为什么离的呢？是因为我儿子。一句话，他斟酌了好半天，最后放下筷子，重重叹了口气。瞒着你也没用，我儿子他有严重情绪问题，之前出现过危险行为。所以你才装监控？就是因为这个，得时时刻刻有人看着他。可他现在正是青春叛逆期，特别反感别人寸步不离的盯着他。说实话，我对他还挺满意的。除了他收入高，能让我安心在家写稿子之外，这种离婚后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男人实在不多见。他看着憨憨的，却给人一种能稳稳扛起一个家的踏实感。其实我觉得你人特别好，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他垂着眼帘笑，年近40的人，除了晒黑的脸，几乎没皱纹。就吃顿饭的功夫，怎么看出来的？手上干干净净的，没留长指甲，说话没有攻击性，懂得站在双方的角度考虑问题。还有，你夸我前妻漂亮的时候，语气里不带半分负面情绪。我没想到他对细节的观察竟如此敏锐，这个男人根本不像看上去那么憨直。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起他来。如果你也觉得我们可以相处试试，这2天我带你回家见见我儿子，看看你能不能接受。他说完犹豫了一下，看得出来格外紧张，眉头紧紧锁着，又忍不住补充强调：我是真觉得你人很好，要是这事儿能成，我先给你100万当彩礼，再拿50万给你和孩子日常用，就明天吧，刚好是周末。姐，我和他见过面了，其他都还好，唯独他每次提起儿子时那副格外紧张的模样，让我心里隐隐有些说不清的疑惑。以他这样的经济条件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别说带1个儿子，就是带2个，也没几个人会介意。虽说孩子有点心理问题，但都已经是高中生了，生活上根本不用多费心，最多就是多盯着点罢了。姐，陆周的儿子你了解多少？他是不是特别排斥后妈？排斥倒谈不上，总之你去见了就知道了。孩子有点叛逆，到时候别被吓到就行。会动手打人吗？这倒没有，孩子从不主动动手。那前2任继母到底怎么走的？你见了就知道了。我说不清。我对结婚这事儿一点都不着急，可我实在太好奇，一个有心理障碍的15岁高中生，到底是怎么把前2任继母都吓跑的？第2天一早，我买了些礼物，来到了陆州的家里，位于城东豪华别墅区。家里有点乱，我昨天特意打扫了一遍，还是没收拾得太细致。我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，
屋子挺干净，就东西摆放随意。陆巡不肯请阿姨，平时可能要委屈你帮忙收拾收拾，他只管自己的房间。高中生本就休息时间少，难得赶上周末，这个点陆巡还没起床。我就和陆周坐在沙发上闲聊，连着问了他好几次孩子当初发病的原因。这件事陆周也说不清楚，他之前出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说不清楚。事发前没预兆，事后他什么都不肯说，所以我要求他在家不能关房门。他房间里浴室的门锁也被我拆了，屋子里还装了全方位的监控。他说着怕我介意，赶忙摆着手解释，咱们俩的房间里绝对没有监控，这些都是只针对他房间装的。即便他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15岁的少年早就不是小孩子了，没有丝毫私人空间，毫无隐私的活在家人的监控之下，光是想想都觉得窒息。他自己就没意见吗？孩子挺乖的，我多说几遍，他都愿意听。我正琢磨着，这么乖的孩子到底能闹出什么事？楼上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穿白色 T 恤、灰色短裤的少年，揉了揉头顶有些长的碎发，半睁着眼睛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陆巡不像他爸的小麦色皮肤，这孩子一身冷白皮，眉眼精致的像中古欧洲小王子，头发都长这么长了，也不知道去剪剪，哪里还有个学生的样子？知道了，下午就去剪。和跟我相处时的紧张腼腆完全不同。面对儿子时，陆周立刻摆出了家长的架势，可话说完，他又觉得不该当着我的面不给孩子留面子，他直接卡顿住，我赶紧救场。我叫沈之薇，你叫我沈姨就好。中午我们订了酒店的包间，陆周去外面点菜，陆巡坐在我对面，一只手撑着下巴，垂着眼睛看着我，他的睫毛又长又密，和陆周简直一模一样。沈姨是要和我爸结婚吗？我们聊得还不错，今天过来主要也是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不同意。我愣了一下，可是没人看着我，他就没法安心上船跑船，所以我只能同意。你倒是挺直白的，有话直说，这点很好。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，那是我的家，我不会因为多住进来一个人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。和陆周在场时完全不同，陆周一离开，陆巡身上的乖顺就瞬间消失，变得尖锐又强势。可单凭这些还不足以让两任继母都选择离婚吧。聊得怎么样？陆周回来了，手里拿着3瓶酸奶，在我们每人面前放了1瓶。你沈姨人很好的，我们准备尽快领证。是挺好的，总有人为了钱做出错误的选择，然后为这个选择受尽苦头，最后只能落荒而逃。陆巡，别说了。周一工作日，我和陆周匆匆去领了结婚证，随后就把行李搬进了新家。其实陆周早就该出海了，就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人看护陆巡，才一直拖了这么久。再晚些就要耽误渔汛了。现在船上大部分时间都有讯号，但也有一些海域是联系不上的，到时候我提前跟你说。陆巡其他的事儿都不用你太操心，他自己都能处理好，就是每隔2个小时辛苦你去看一眼他的情况，尤其是夜里。要是他做出什么过分的事，你就跟我说，我打电话骂他。这孩子还是听我话的，你到时候千万别害啊。东湾港码头，陆周事无巨细地跟我交代着，他拿着沉甸甸的行李，完全看不出是年薪100万的人，反倒像个在码头讨生活、饱经风霜的工人。你说的我都记着呢，你在船上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会时刻看好陆巡的，你放心。大型渔船的轰鸣声渐渐远去，消失在海岸线的尽头。我望着远方的海面，心里忽然生出一阵心疼。100万对月薪3000的人是巨款，可这是他在威海里漂泊1年拿命换的。我看过他的衣柜，里面全是些180块的劳保服，洗得褪了色，变了形，只要没破就一直穿着。陆巡是走读生，到家时2楼已经亮灯。我刚开门，他就从2楼下来，只穿着松垮背心和短裤，头发乱糟糟，浑身透着懒散随意。你在家一直都这么穿？我在自己家还得西装革履，看不惯别看。初来乍到，我心里本就带着几分寄人篱下的局促，也清楚自己于他而言终究是个外人。好吧，那我尽量不看就是了。又不收你钱，看了也伤眼睛。大概是我这话让他不爽了，他没再吭声。上楼的脚步声快了些，等听见脚步声进了房间，我才转过身换拖鞋，顺便给陆周发了条消息：你儿子刚给我来了场健美秀，看样子对自己的身材很自信。5分钟后，我收到了陆周的回复：你别怕，我来说他。15分钟后，我的房门被敲响了，陆巡沉着脸站门口，咬着牙：你跟我爸告状算什么本事？他在监控里能看到一切，
还知道穿好衣服再过来质问我。你想怎么穿都可以，我也只是跟我老公分享一下日常而已。怎么，他说你了？针锋相对的意味太过明显，陆巡本就不占理，眼尾余光扫了我一眼，甩手转身就走。晚上要吃饭吗？看到你就饱了。那挺好，你多看几眼，还省得我做饭了。我每2小时去确认陆巡的情况，他明显不爽，但答应过不关门，再不爽也只能忍着。白天他上学，我把空房布置成中式书房，开给陆周看。我一直就喜欢中式的书房，可惜一直没心思布置。等我回去，能不能也借我玩玩？好呀，等我夫君回家，咱们一起品茶焚香。甚好甚好。要是买了什么东西搬不动，要么花钱请人帮忙，要么就使唤陆巡，千万别累着。知道啦，你比老妈子还啰嗦。他一句句细心地嘱咐着，我一一回应。那边信号突然变差，我们便没再多聊，挂断了视频。一回头就看见敞开的书房门外，陆巡正看着我。见我看过去，他冷冷地嗤笑一声，扭身回了房间。晚上要吃饭吗？没事，你也可以直接饿死我。那可不敢，人没死，怨气就够重的了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西红柿炒蛋，肉末拌面，再加一份小炒肉，怎么样？他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皱起眉，有些慌乱。怎么，不合口味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？猜的。你爸说你嘴刁，这几样最不容易踩雷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转身回了房，没再多说。就这样不咸不淡相处了1-2个月。他除了晚饭什么都不用我操心，我说帮他洗衣服，他用厌恶抵触的眼神瞪我。敢碰我东西，我全扔了。行，那你自己收拾，有需要跟我说。那天夜里，我迷迷糊糊被奇怪声音吵醒，闷闷的，像什么东西被压抑着，断断续续传来。是陆巡房间，我困得厉害。要是换做平常的孩子，我大概率就接着睡了。可陆巡不一样，我怕他出事，只能穿好衣服出去确认情况。可谁知道，就这一眼，差点给我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。陆巡的房门依旧敞开着，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学习台灯，屏幕上在放一部阴暗暴力的电影，角色在激烈争吵摔东西。陆巡完全沉浸在里面，呼吸急促，肩膀颤抖，双手攥着椅子扶手，指节泛白。陆巡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到2小时吧，这就把你吵醒了。声音有点大，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些？明明眼见不少事不合情理，事事总难如愿，看着不合理的人和事，我却半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独自闷在心里，无可奈何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陆周的前2任妻子为什么会选择离婚，为什么会放弃每年拿着100万在家躺平的日子。你这种发泄情绪的方式，我大概能理解。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针对的目标到底是谁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保密。切！他嗤笑一声，抬手指了指我头顶的摄像头。保密吗？我从来就没有秘密，也没有隐私权。我始终没有安全感，活得束手束脚。过去的伤痛烙印太深，我很难去信任身边的女性。是因为你的亲生母亲，对吗？你觉得她抛弃了你，所以恨她。还有，你是不是还被继母伤害过？这一次，陆巡没有回答，他沉沉的眼眸里藏着不知什么风暴，深邃的可怕。他胳膊和脖子上有几道不明显的白色疤痕，和他冷白皮肤几乎融在一起。滚回去睡觉，大半夜的话这么多。他几乎是默认了我的猜测，侧过头不再盯着我，眼帘垂下来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，筑起了一道自我保护的围墙。我怕你出事儿。那你留下来陪我睡。算了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想聊天随时叫我，我房间没监控。陆周没说实话，被我逼问好几次，才说出当年隐情。我和陆巡生母离婚后，带着5岁的他住车里帮人拉货。冬天面包车漏风，孩子3天2头生病，实在没办法，去找孩子的外公外婆求帮忙照顾一个冬天。那是陆巡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妈妈和外公外婆。然后呢？被轰出来了，礼物全被摔烂，他们威胁敢再来就报警抓人。那天我开车分心出了车祸。陆巡呢？他从狼藉中爬出来，肩膀骨折，太小了，变形的车门都拉不开。跑回去跪在那女人家里求救人，说我只有爸爸了。他们救人了吗？赶上了他生母新丈夫来接人，外公外婆慌了，把他推倒在地，揪着他伤胳膊拖出小区扔在路上。从那以后，他嘴里再没出现过妈妈母亲这2个词。第2任妻子呢？
别人介绍的从临海市回来的女人。我想家里有人照顾，就能租便宜房子，我不用住车里。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他伤害过陆巡吗？当着我的面对孩子好，背着我就变。直到陆巡被打得流血，跑去求邻居，被送进医院，我才知道真相。那女人以前在临海市做不正当生意，被人发现才回老家。嫁给我本就不情愿，心里怨气全撒孩子身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找到跑船工作，他听说收入高，跪着求不离婚，承诺再不碰孩子。结果那年渔汛不好，都没挣到钱。他砸了家里所有东西，要不是我护着，整壶滚烫开水就泼陆巡身上了。那第三任呢？我本来想让陆周一次性说清楚的，可这边忽然起了风浪，信号像是被海风卷走了一样，说话声断断续续，根本连不成句，紧接着通话就被切断了。你想知道我前一个继母是怎么离婚的吗？突然响起的少年音把我吓了一跳。陆巡就站门缝外，语调带着讽刺笑意，不知偷听了多久。我直接告诉你好了，毕竟我才是那个最清楚真相的人。我能进来吗？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陆巡才推开房门。你来我们家快1个月了吧？有1个多月了。对了，你已经经历了2次月考，老师说你进步很大，很有希望冲进冲刺班。我还进了你们班级的家长群。陆巡笑得意味不明，眼里带着排斥和近乎反胃的抵触。他侧过头，藏起了眼里闪过的情绪，眼睫也跟着轻轻颤了几下。你爸不在家，这些事儿本就是我应该关心的。静谧的夜色里，只有风偶尔掠过窗户，把窗外凌乱的枝芽倒影一下下拍打在玻璃上。他和你一样，也是别人介绍来的，原本在小区的维修中心做接线员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缓缓仰起头，看着天花板上普通的圆形吸顶灯。那时候我们手里有点钱了，也已经买了这栋房子。我爸给他的条件和给你的差不多，只要他能照顾好我，他的工资就全部上交给他。刚开始呢，热情的不行，让我们父子俩第一次感受家的温暖。那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开朗的日子，学习从垫底冲进尖子班前几名。可是这样美好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不到2年。那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听到他在和我爸打电话，话里话外都满是怨怼，只因为那年我爸的收入只有80几万，和当初承诺的不一样。于是我便偷偷观察那个女人的消费行为，用手机搜了女人房间里的物品，不仅发现了大量价值几万块的奢侈品，还找到了一大堆消费票据，1000多的美甲，2000多的美发，甚至还有5000多一顿的饭和几万块的整形手术单。你告诉你爸了？说了，可爸说人突然有钱花的洒脱正常，爸路子跑通了以后挣更多。也是他没亏待过我，连内裤袜子都亲自带我去挑。可是直到我上初3的那一年，陆巡说着突然站了起来，凑近我，一条腿跪在床沿上，俯身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。他拿起我的右手放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一点点往下滑，一直滑到胸腹部。他还想继续往下滑，我瞬间意识到危险，惊慌地抽回了手。他就是这样，借着亲近名义一次次越界，让我觉得恶心，觉得自己脏。后面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可我看着他眼里那恶心又排斥的神色，哪里还能不明白？他后来为什么会走？他知道我不是随便能拿捏的小孩后，我爸也不肯分房子给他，他就骂骂咧咧带走所有值钱东西跑了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，房间里的温度变得很低。我看着陆巡，我的眼神和他看着我的眼神一样，冲动又麻木，没有任何情绪。我在听别人的故事，而他在讲自己的人生。怎么突然愿意把这些告诉我了？你可以装出任何你觉得有利于生存的样子，母慈子孝也好，岁月静好也罢。告诉你这些，是想警告你，想好好过日子就安分守己一点。我记着了。我没有反驳他的针对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睡去吧，放假了，后妈带你去讨个公道。用得着你多管闲事？我这人受不得半点窝囊气，你和你爸这忍气吞声的性子能把我憋死。陆巡以为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周末第一天早上6点就被我从床上拖了起来，坐着城际快8直奔他亲生母亲所在的临海市。你有病吧，沈之薇，用得着你帮我出头？请对你后妈有点基本的尊重，叫我沈姨，不然我就告诉你爸。这点破事要是不好好解决，陆巡心里越积越深的仇恨永远是颗定时炸弹，鬼知道哪天就会炸。2个大男人能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也是真够可以。
临海市的企业老板沈万山是陆巡生母改嫁的男人，主营保健品和低端护肤品业务。我带陆巡直奔他对手公司，用连夜收集的资料换到沈万山夫妻联系方式。回程快8上，陆巡揉着头发问：“你到底是怎么查到这些东西的？”我们做文字工作的有自己的一套信息搜集方法，只要一张照片、一个名字，就能在各个渠道查到大量有用的信息。像这样的公司，员工离职的时候一定会备份公司的黑料，确保自己能拿到最后的工资。很幸运，我不仅买到了沈万山让员工忽悠供应商和客户的聊天截图，还拿到了他和小三在办公室的不雅照片。回到家后，相安无事的过了几天。陆巡上学的时候，我一直关注着临海市那家公司的动态。果然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地方新闻就爆出了视频，沈万山的老婆在办公室当场抓奸，两人在公共场合大打出手，最后双双进了医院。供应商集体终止合作，交货违约赔巨额违约金，银行终止合作，公司彻底倒闭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怎么样，解气吗？我拉着陆巡去馆子改善伙食，把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发给了他。陆巡沉默很久，点了头。快吃吧，凉了。你爸要是知道咱俩干的事儿，非得唠叨死。他唠叨也是唠叨你，又不是我。嘿，你个小白眼狼，到底是为谁出气？他没答话，往我碗里加了点肉。吃你的吧，话那么多。他没有说感谢的话，也没有改变和我说话时针锋相对的态度。可在家里，他会穿上宽松的家居服，再也不是只穿一条短裤到处晃了。你那2个继母的信息，不用我从你爸那里套话了吧？发给我。你又想搞什么名堂？闲得难受，找点事儿做。他表面上嫌我烦，夜里却还是把那2个女人的所有信息都发到了我的手机上。陆巡的第一任继母根本不用我动手报复。我拍了一段视频发给他，视频里是一间阴暗潮湿、不足30平的屋子，40岁的女人看着却像50多岁，枯瘦的坐在床上。陆巡，你相信恶有恶报吗？我看着躺在河堤边，眼神空洞茫然的少年，他动了动嘴唇，没有回答，只是远远眺望着天边。橘红色的残阳正在看着一段即将谢幕的演出。没关系，你总会相信的。我又给他发了一份文件，里面是他第2任继母的现状。他如今各种贷款逾期欠款180多万，隐私照片散播各处，多次被催收堵上门。陆巡，仇恨有时候不需要用极端的手段去解决。虽然你们早就没有了联系，可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你们。你们过得越好，对他们来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说点现实的。你爸今年回来的早，元旦我们去东湾港接他，一起在海边玩几天再回家。换做别人家的孩子，听说爸爸要提前回家，全家人能一起出去玩，肯定早就喜笑颜开了。可陆巡却显得愁眉不展，随口嗯了一声，晚饭都没吃几口。不只是他，晚上我跟陆周视频的时候，对面的男人笑得也格外勉强，整个人像一艘被海水冲刷了无数次的老船，有气无力地皱着眉，话里话外全是小心翼翼的讨好。这次回来能休息多久？可能有点久，能一直休息到开年吧。他喉咙里哽了一下，眼尾有些发红，在小麦色的皮肤上看着不太明显，嘴角扯出来的那点笑意比哭还要难看。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哪能啊，在船上谁能给我委屈受？就是最近风浪大了点儿。都已经说好了，我和陆巡元旦去海上接你。好。他心不在焉地答应了2声，借口要出舱看看情况，就切断了视频。后面的一段时间，父子俩简直如出一辙，都跟双打的茄子一样黏黏的。陆巡连对我说话的语气都变得软绵绵的。说真的，你们父子俩这态度，很像组团出去干坏事被抓包了似的。沈之薇，你会不会说人话？叫沈姨，或者叫妈。我的字典里没有妈这个字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元旦前夕，我和陆巡来到了外海港口，按照计划，我们会在这里和过来补给的陆周会合，然后坐他的渔船返程，体验一下渔船上的生活。陆周这段时间一直心不在焉，信号也时好时坏，直到我们上了小游艇给他发了消息，他才像惊醒了一样给我们发来了视频。陆巡、之薇，你们真的出发了？已经上游艇了，说好了要去海上接你的。我带着陆巡在视频这边跟他挥手。要不你们玩一圈，到时候还是坐游艇回去吧。渔船上的生活很艰苦的。我怕苦，这次来就是要体验这份艰苦的，对吧，小陆巡？
我拍着陆巡的肩膀，忽略他侧头投来的白眼。儿子想见爸爸，我想见老公，还怕什么艰苦？视频那头的陆舟不停搓着脸和手，年近40的人了，笑得像个腼腆害羞的大男孩。可笑完，很快又陷入了愁绪里，眼尾又开始泛红，喉咙里不知道哽着什么，一直做着吞咽的动作。那行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先忙，停靠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。3天后，我们终于在小港口和陆舟会合了。准备上船的时候，他把雨衣脱下来给我，还帮我细致地扣好了每一颗扣子。外面风大，伞根本撑不住，别淋了雨着凉。就没几步路，再说你们俩怎么不怕着凉？我们俩皮糙肉厚的，凉不着。陆舟比我大10来岁，照顾我比照顾陆巡还要细致。船上的船员都笑着打趣他：老陆，恨不能把新媳妇儿给供起来。笑话归笑话，可笑完之后，几个船员的脸又都耷拉了下来，有的走开的时候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有的抹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都是怎么了？马上就要回家团圆了，怎么一个个都看着挺难过的？没事儿，就是都累了，你别多想。陆舟有间小单间，收拾得干净整齐。陆巡主动挤船员宿舍，把空间留给我们。我挺喜欢你的，陆舟，你也值得被人喜欢。我翻身抱住他的腰，问他：那你呢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喜欢你。他转过身想抱我，却又带着犹豫和顾虑，不肯真正贴近我。我不知道他的顾虑到底是什么，心里隐隐有些失落。我并不是思想封建的人，可也会在乎自己在丈夫面前是否有吸引力。陆舟的身体明明没有问题，可他却不肯和我发生亲密关系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打击。我们都离过婚，又不是需要守身如玉的小姑娘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。睡吧。我抬头吻了吻他，唇角勾起一抹苦笑，翻过身去，再也没有多说什么。老陆，快起来看看吧，起大浪了！凌晨被惊醒，渔船被巨浪抛起，陆舟迅速裹上衣服冲出去查看情况。待在里面，别出去！我在船舱里被颠得忽上忽下，也能感觉到此刻的凶险，可我帮不上任何忙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千万别出事。没听说今晚有风暴啊？不知道，船底下好像有东西，都小心点，把绳子绑好，赶紧处理好，咱们就能回港。外面是船员们撕心裂肺的吼叫声，随着船只在大浪里的起伏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忽然传来砰的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，听到一个声音大喊：见鬼！货舱的门被撞开了！阿五，你没上锁吗？快护住货舱啊！那可是我们所有人这一趟的收成！你闭嘴吧！谁现在疼得毒手？上船的时候，陆舟带着我和陆巡参观过这艘渔船，我们都知道货舱的门在哪里。我推开小门出来，果然看见陆巡正在往身上绑绳子，准备出去关货舱的门。绳子给我，我去。你添什么乱？我不理会他咬牙切齿的表情，把绳子抢过来往自己身上拴。你在这头帮我控制绳子的长短。陆巡还想说什么，可我根本没时间和他争论。我在墙上取了一把锁，转身就冲进了风浪里。沈志威！陆舟在上方掌船，见我穿着件单衣冲出来，吓得差点丢了魂，大喊：陆巡，快把你妈拉回来！别听他的，放绳子。好在陆巡知道我的性子，乖乖在那头帮我缠着绳子，一点点把我放到靠近货舱门的位置。风浪之中，这艘渔船就像一片失控的叶子，就算我抓得再稳，也被磕得满身是伤，可情急之下根本感觉不到疼。我奋力掰着舱门，顶着不断从里面冲出来的渔获，终于把舱门牢牢锁死。行了，拉我回去！就在我准备让陆巡拉我回去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一个巨浪狠狠扑打过来，将整艘渔船都卷进了浪里。这么大的力道，陆巡那边根本拉不住绳子，我被巨浪冲下甲板，从船尾掉了下去。冰冷的海水铺天盖地的涌过来，我听见了陆巡声嘶力竭的嘶吼声。听错了吧？那家伙的字典里可没有妈这个字。我没事，先管好你自己，别被他们浪冲出来了。好在一浪过后，有了短暂的喘息时间。陆巡用力拉拽绳子，把我从侧面拉上了甲板。紧接着有船员处理完手里的事跑过来帮忙，很快就把我拉回了船舱里。等船只驶过了风浪区，陆舟从上面磕磕碰碰地跑下来，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碾碎一样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男人身上的颤抖，他的手脚冰凉，可把头埋在我肩膀上的时候，却有温热的液体落进了我的肩窝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个的情况掉下去，就再也捡不回来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这次真是多亏老陆媳妇儿了。可是我们本来这趟……阿五，
你个毛躁鬼，能不能长点心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记得锁门。风浪平息之后，谁都没有了睡意。货舱里的渔获少了1/3，有船员抬手抹了把脸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陆周低着头，沉默地坐在我旁边，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手，眼帘垂下来，遮住了眼底的神色。陆巡把头埋在手臂里，我戳了戳他的肩膀，故意调侃他说：“刚才在外面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叫妈了，是不是你？”他转了个方向，背对着我，一声不吭。再来一声呗，我不嫌你把我叫老了。快点，听完我就补觉去。你不会是等着你爸爸给你换个年轻漂亮的妈妈吧？妈，行了吧？沈志威，你再说，我回家就把你书房掀了。这个别扭的少年终于忍无可忍，把脑袋从胳膊里抬起来，怒气冲冲地瞪着我。可他白皙的皮肤上，眼眶红得像天边的朝霞，实在没什么威胁力，看着反倒像只可怜兮兮的小狗。我一笑，整个船舱里的人都跟着哄笑起来。到了港口，下了船，陆周和船员们去分账，我带着陆巡先去订了近海小院。天快黑的时候，陆周才背着沉重的行李，举着手机导航，骑着共享单车赶了过来。怎么不打车啊？没多远，打车还要等。傻子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心疼钱，借口倒是找得不错。我也懒得揭穿他，先洗手吃饭吧。我订了外卖，懒得出去了。这边的夜里很安静，海浪声不远不近，刚好听得人心里格外安稳。近海小院的房间里放着轻音乐，我裹在被子里用手机写稿子。陆周洗澡洗了很久，出来的时候身上裹着一身水汽，眉眼低垂着，身上的肌肉也丝毫没有放松。看你心情不好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这么严肃？这次我们出海，可能没挣到多少钱。他低着头咽口唾沫，眼尾又开始泛红，粗糙手指紧紧绞在一起。我知道啊，你们提前返程，路上又损失了不少渔获，肯定比不上以前的。不仅比不上，我们这次也就分了5-6万。他像受惊的鸟，浑身都绷着，突然紧握我手腕。志威，我保证，就这一次，来年就好了，开年就能像以前一样挣那么多，我承诺你的，绝对不会变。结婚那天，陆周给了我150万，并且承诺以后每年都会有100万的收入交给我支配，只要我帮他照顾好陆巡。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，看着他的慌乱和紧张，看着他的小心翼翼，我想起他衣柜里那些不值钱的劳保服，想起他为了省那几块钱的打车费，宁可背着沉重的行李辛苦地骑共享单车。陆周，你看着我，你知道150万够一个普通家庭开支多久吗？我知道。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手在抖，不敢再抓着我，连头也低了下去，埋在了掌心里。他太需要这100万的年薪了，他想用这笔钱留住一段感情，留住一个完整的家。10年正常开支的情况下够花10年。我说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就算这半年只有5-6万的收入，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正常收入了。你已经做到最好了，陆巡也很努力，每次月考都能考班里第1。你们给了我一个特别安心的家。房间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匆忙凌乱的脚步声，渐渐远去。我猜是在门口偷听的陆巡，他知道陆周会跟我说收入的事。当初陆周说要提前回家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多开心，想必也一直在为钱的事发愁。志威，你会走吗？陆周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，可眼眸里已经亮起了点点光斑，小心翼翼地含着那一点希望看着我。我捧起他的脸，看着这个被岁月搓磨的男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应该长得很俊朗，现在只是黑了些，脸上添了些伤疤和岁月留下的刻痕。陆周，不要用钱去买感情，更不要妄图用钱去换一个家庭。我喜欢你，你的辛苦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。若是我不喜欢你，或是你故意苛待我，就算每年给我100万，我也不会留下来。夜里的海风很大很凉，身边的人却像火炉一样炙热，被包裹在怀里的充实感和安全感令人着迷。岁月夺走了陆周身上年少的阳光，他自己却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灿烂光芒，被海水冲刷沉淀之后，厚重的像一颗未经雕琢的宝石。入睡前，我迷迷糊糊地抱怨，我还以为你瞧不上我，不愿意碰我呢。怎么会？我一直都很小心，怕你不高兴。在船上的时候，你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生怕我吃了你似的。男人沉默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应，快要沉入梦乡的时候，耳边才悠悠传来一声叹息。我没挣到钱，我以为你会走，不想让你觉得
跟我在一起吃亏。傻子。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第二天下午了，我陡然坐起身，把旁边的陆周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都3点了，我们一晚上加半天都没管陆巡啊！人在放松警惕的时候最容易出事。我这么一说，陆周也慌了，我俩赶紧着急忙慌地往陆巡的房间冲。门关着的，不会出事了吧？快开门！好在门没有锁，被陆周一把拧开了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只能看清柔软的大床上瘫着一个人，被子只盖到了腰间。陆巡，陆巡，你起来啊！你别吓爸爸！陆周冲到床边的时候，整个人扑到陆巡身上，抱着他的肩膀大力摇晃，大声呼喊着。我赶紧把窗帘拉开，让阳光透进来，好查看陆巡的情况。我检查一下呼吸，你现在叫救护车。海啸还是地震了？结果我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沙哑朦胧的少年音从陆周的怀里响了起来。陆巡本来就没清醒，被陆周这么一晃，满脑子都是浆糊。他看清了陆周，随后整个人一惊，瞪大了眼睛。我妈呢？是不是跑了？我去找，我把她找回来。他推开陆周就要下床冲出去找我，一条腿刚落地，才发现我站在落地窗前，正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，他就那样僵在了床边。你小子刚喊什么来着？再喊一遍。别闹他了，刚才魂都吓飞了。陆巡，别慌了，你妈在哪儿呢？我这口气刚准备松下来，忽然眼前一道黑影扑了过来，我腰间陡然一紧，落入了一个热烈的怀抱里。陆巡没有出声，就这么紧紧抱着我，他的个子已经比陆周还要高了。这个少年像一座山一样，筋骨紧绷，仿佛抱着的是失而复得的珍宝。好了好了，我不会走的。我跟你爸昨晚没顾上你，怕你出事，今天才慌了神。好几分钟之后，陆巡终于缓了过来，他放开我，嘟嘟囔囔的小声说了句什么。妈，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。我们一家人这5个字，还有那一声妈，虽然声音小到几乎听不清，却像一道暖流，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、最孤寂的角落。后来陆巡再没出过情绪危机，在家里也知道乖乖把衣服穿好，还会主动帮忙整理屋子。后来他被保送到了国内的一流大学，选了电气工程专业。我在家附近开了一家茶花店，把路子跑通之后，又包了果树园种植花卉做批发，行情好的时候，一年也能挣40-50万。海上的活又辛苦又危险。陆巡毕业那年，我就不让陆周再去跑船了，把果树园交给他管理，我窝在茶花店里写自己的稿子。本来想着这样的日子就已经很不错了，结果陆周比我会做生意的多，他为人厚道实诚，不到半年，客户量就翻了2倍，不得不又包了几百亩地，扩大种植产量。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爸，简直能少走10年弯路。我和陆巡一人抱着半个冰西瓜，坐在果树园边的大杨树下啃着。早点遇见，你那时候也看不上他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爸年轻时候白净，长得帅，但没钱。你那时候能看上？说不准呢，我就图他老实。你这种人，嘴上说图老实，其实眼光高着呢，不然怎么前面也离了一回？你个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赶紧给我闭嘴！行行行，我闭嘴。反正你现在也跑不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爸把你当宝贝供着，你把店和园子都开在这儿了，儿子就是我也这么大了，你舍得走？我竟然被这小子噎住了。他看我表情，笑出声来。20出头的人了，笑起来还跟当年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少年一样，眉眼弯弯，牙齿白得像贝壳。妈，我这一生就只承认你是我妈。我鼻子猛地一酸，赶紧塞了口西瓜压下去。肉麻死了，吃你的瓜。我说真的。我知道。他笑了，嘴角弯起来，眼里星星点点的光，像很多年前那个浑身是刺的晚上，又像终于从什么地方挣脱出来的大人。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陆周从果蔬大棚里出来，在水桶里洗了手，像寻找安全感一样，习惯性的把我裹进了怀里。我挖了一勺冰西瓜送进他嘴里，把人推开。热死啦！可是想抱你。陆巡觉得自己像个锃亮的电灯泡，脸当即就拉了下来。知道你俩感情好，别当着单身狗的面秀恩爱行吗？我服了，又没人拦着你找对象，挑好了，爸妈去给你提亲。